Hello，大家好。今日我一開波就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唔覺得領展房產基金823已經玩完啦？如果我話你知，領展而家嘅股價已經計咗佢盤生意會每年倒退2%，一路退到永遠，係咪覺得好誇張呢？一個堂堂亞洲最大嘅房地產信託基金，市場竟然覺得佢會永久倒退，但係真相係咁樣嘅咩？今日我哋就要拆解市場對領展嘅一個巨大敘事謬誤，一個可能係你今年聽過最重要嘅投資故仔。老實講，領展而家嘅股價雖然重上40幾蚊，舊年近一度跌到得20幾蚊，真係好多人都對佢冇晒信心。你上任何一個股票論壇，10個有9個都話佢係價值陷阱。市場嘅主流睇法其實好易理解，基本上有3點。第一，香港零售玩完啦，個個週末都興高采烈咁趕人北上消費，本地啲商場拍晒烏蠅，領展作為香港屋邨商場霸主，梗係首當其衝啦。第二，美國一直減唔到息，高利率環境好似個緊箍咒咁，實一實咁箍住所有收租股嘅估值，利息咁貴，啲債務成本咪高咯，派息咪少咗咯，股價點會升得起？第三，佢哋近年走去澳洲、新加坡搞海外擴張，又話要搞咩資產管理，好多人覺得係不務正業，分散精力得嚟又使錢，呢3座大山壓住，你話股價點會唔跌？聽落去完全合理，冇得反駁。呢個就係所謂嘅第一層次思維，人人都睇到嘅嘢，但係當大家隻眼都淨係盯住香港嘅時候，有冇人發現有啲嘢好唔對路？我哋睇到一份數據，簡直係平地一聲雷。喺2025財年，當全香港零售銷售額大跌7.0%嘅時候，領展旗下香港商場嘅租戶銷售額只係跌咗3.0%，佢嘅防守力明顯跑贏大市。點解會咁？因為佢嘅租戶組合接近一半都係超級市場、濕貨街市同埋食肆。呢啲係咩啊？係民生必需品啊！無論經濟好定壞，你都要開飯噶嘛，都要買餸噶嘛。呢個就係佢最深嘅護城河。而更爆嘅係，當香港業務受壓嘅時候，佢嘅海外資產靜靜雞咁變咗部印鈔機。同一年，領展喺新加坡啲商場續租租金竟然瘋狂咁加咗成17.8%，澳洲都錄得穩健嘅4.3%增長。哇！呢個反差就太大啦。市場睇到嘅香港困境，原來只係成幅拼圖嘅一小塊，一個更宏大嘅故事正在市場嘅眼皮底之下發生緊。而呢一個更宏大嘅故事就叫做 Link 3.0戰略。簡單嚟講，領展管理層一早知你睇到嘅問題，佢哋唔係坐以待斃，而係部署緊一次驚天大轉型。佢哋唔想再淨係做一個收重資產、慢慢收租嘅收租佬，佢哋想做嘅係一個輕資產嘅資產管理人，即係話，佢哋要成立自己嘅私募基金，用領展呢個金漆招牌去幫其他大機構、大基金、家族辦公室去管理佢哋嘅錢，投資全世界嘅房地產項目，然後從中賺取管理費同表現費。呢個玩法就好似由一個自己開餐廳嘅廚師升呢做一個米芝蓮餐飲集團嘅大佬一樣，賺嘅錢同估值嘅方法完全係兩個層次。你可能會話畫餅啊嘛，邊個唔識？錯，呢個唔係畫餅，而係已經開工嘅大茶飯。佢哋做咗2樣嘢，證明佢哋係嚟真嘅。第一，佢哋請咗個世界級嘅騎師翻嚟，呢個人叫 John Saunders。佢係邊個？佢係前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 BlackRock 嘅亞太區房地產主管，掌管過百億美金資產，戰績彪炳。而家呢位猛人就係領展新平台嘅揸 fit 人。第二，已經有報道指，領展嘅新平台已經正式開始為第一隻基金籌錢，目標係5至7億美金，專攻澳洲、日本同新加坡嘅市場。各位觀眾，你哋明唔明呢個意味住啲咩？市場因為香港零售嘅壓力而唾棄領展，但正正係呢個壓力成為咗逼宮管理層壯士斷臂都要轉型嘅催化劑。市場睇到嘅係危，但我哋睇到嘅係機。最正嘅係咩？係呢個價值連城嘅轉型故事。市場完全冇俾過價。根據我哋嘅反向 discounted cash flow 分析，市場俾緊佢嘅估值係假設佢盤生意會永久衰退。換句話講，你今日買領展就好似淨係俾錢買佢嗰個有超強防守力嘅香港收租業務，然後管理層免費送一份由世界級猛人主理嘅高增長資產管理業務嘅 call option 俾你。呢個就係成個投資論點最核心、最唔對稱嘅回報機會。所以而家嘅問題咧就變到好簡單啦。你信市場主流嘅睇法，覺得領展係一嚿慢慢融化緊嘅冰塊，定係你信我哋嘅分析，認為呢嚿冰塊其實係一個價值被嚴重低估，仲送你一張免費轉型期權嘅現金牛？
喺我哋嘅基本情景分析下，我哋計到領展嘅概率加權合理價值係幾多？喺最樂觀嘅情況下，合理價值甚至可以去到幾多？呢啲數字係點計出嚟㗎？牛市、熊市情景嘅詳細參數假設係咩？例如，我哋假設香港未來幾年嘅租金調整率係幾多？Link 3.0平台嘅資產管理規模 AUM 要去到幾多先可以支撐到呢一個估值？股價對呢兩個核心變數嘅敏感度又係幾多？呢啲就係專業投資者同普通散戶嘅分別所在。我哋將成個詳細嘅估值模型，包括點樣用分佈加總法 SOTP 將佢傳統收租業務同埋個新嘅資產管理平台分開估值，再到唔同情景下嘅現金流預測，全部放咗喺我哋 Patreon 嘅獨家深度分析報告入邊。如果你想好似專業基金經理咁，唔單止知其然，仲要知其所以然，深入理解呢個免費午餐級數嘅機會到底值幾多錢，同埋點樣追蹤佢嘅進展，歡迎你點擊下面嘅連結，訂閱我哋嘅 Patreon，解鎖呢份價值千金嘅完整分析。當然呢一個投資都唔係冇風險嘅。如果佢個基金最後籌期失敗，又或者香港零售惡化得快過我哋預期，咁成個故仔就唔成立噶啦。喺 Patreon 裏面，我哋亦都會詳細列出監察住呢啲風險嘅所有關鍵指標。好，今日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記住，投資就係一場認知嘅博弈。當大眾睇到恐懼嘅時候，你要問自己，佢哋係咪睇漏咗啲咩？我哋下一集再見。